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离开纪念碑谷后，我们在风景绝美的鹅颈湾接受了狂风的洗礼，又到访了美国境内唯一的4州交界处，最终抵达了小的时候在历史书上看到过的印第安人悬崖上的村庄遗迹。欢迎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您已经到达多少钱？Win。我们到了一个新的营地，看到了吗？下来就是，让我换了鞋。Gooseneck 鹅脖子是高耸于蜿蜒河流之上的狭长峡谷，峡谷顶端距河面有300多米，水石风速之后，形成了一种自然界少有的对称美，猛一看有点粗糙版马蹄湾的意思。这个景点距纪念碑谷不到1个小时，路过的话可以来看看。它其实还是在纳瓦霍人的保留地内。camping 的话收10块钱一晚上，但今天晚上开始会有大风，风从那边刮过来。我的车停的就是冲南的，应该还好。我看风就是南风，希望不会有什么影响。太阳在那边哎，太阳在火红的地方。呵呵。这小狗不怕高啊。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收到2个警报，一个叫高吹尘警报，就是这种 blowing dust， 就是这个风35到45迈，然后这个 gust wind 65迈，所以我们把这个车已经冲着风的方向。还有另外的警报，你看一下，及其他一则，还有个疾风警报。现在风还好，我们冲的方向就还行。碰到这种极端天气还是要小心。现在是对啊，要提前看好风向。你看，你在手机软件这儿都可以看。现在你可以看，就比如说你前一天晚上停车了，你可以看到翻到第2天的天气预报。你看像这样，你可以播，看它有写是会刮西风、西风、西西北、西西南，就是全天基本上是西风，所以你就车头冲西比较好。然后你可以再往后翻，也都是西风，所以这都是要提前准备的。上面箭头也会写，应该是这些箭头的方向。然后这里能看清楚未来的风，那大致是准的。现在我们就是已经到达了27迈的风速，然后这个 gust wind 会到46迈，最高是到这个点30迈和52迈，就在我们现在这个位置。然后底下还有风图也都可以看，所以就是都需要提前做准备。我们看一下外面，昨天外面这个天就都是晴的，那现在外面全是灰，什么也看不清。对啊，就是基本上是把沙尘都吹起来了。我们可以到时候放一组昨天的视频对比一下。现在我们俩，我在工作，宋在做饭，狗。
这里狗。Logan 刚才害怕的，刚才车一直摇，他就一直趴在我脚下。好了，经过了一晚上的沙尘，你看现在天终于晴了。昨天整个这个地方刮的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今天就准备走了。我们现在还在纳瓦霍人的这个保留地，但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四州交界处，是犹他、Colorado、New Mexico， 还有哪儿 ？Arizona。哇，大风！猫猫。Hello，Thank you。8块钱一个人，一共收了16块钱，就来看个这。我们一会儿来看看。我建议大家人多的时候就不要来。他要是一个车8块钱就还好。地方就适合拍个照，什么啥也没有。出来大家穿好冲锋衣。啊，进来风小多了。你看这一个摊位，他们是在这卖东西呢。是呢。其实还是印第安人。我们来这儿有个牌子，看一下，这个地方叫 Four Corners。4个角落。很直白的，你看，在亚利桑那、西墨西哥、犹他、科罗拉多交界在这个点，就是我们在的这里。This is the only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king the common border of 4 states。这个是美国境内唯一一个4州交界处。谁建立了这个角落呢？U.S. government。1868年。好吧。走，我们进去吧。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虽然没啥看的，但是比较有意义。这可以来这拍拍照什么的。如果你们实在想花着8块钱路过的话，不值得专门过来。对。但是你路过的话可以来。你趴在地上，你就可以站在4个州。对，就是你的身体的各个部位。我看已经好多人刚才趴在地上。你看到有人趴吗？我刚看有个女的趴在地上。我也要趴一个。你趴吧。衣服比较不太脏。你躺那儿就完了吧？你看我现在现在就可以再反复横跳了。你这边就是亚利桑那，这边就是新墨西哥。你看，他们就是趴在那儿。哦，这是 Arizona。对，我们现在就站在Arizona里面，可以转一圈。我现在到达了犹他。现在犹他了。再过去转一圈，就到科罗拉多了。走几步就到了 Colorado。反正你看它很有意思，它这儿有一圈这些小房子，里面都在卖东西。我在想，他站在科罗拉多，他就是交科罗拉多的税；他到那边去，是不是交犹他的税？突然开始下起了雪。我们要走了，那边又晴了。所以它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每个角收一个州的税，都一样的。都一样。行了，我们走了，这儿没啥玩的，风大，好冷。你有看一下我们买了一个什么吗？对。我们买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冰箱贴，拍到了吗？拍到了。这是他女儿自己画的，4个 corner。哎呀，我们走了，我们继续出发。我们到了科罗拉多的这个小趟，名字叫 Coors。另外的话，巴西的国脚洛昂佩德罗也替补上场。一下又变成了风雪交加，又过冬天了。现在外面
31度，零下了已经。特罗萨德马上到营地，到营地看看天气情况怎么样。前方0.5英里。我们又到达了一个国家公园，公园叫 Mesa Verde， 然后他们门口这有一个雕塑。哦，这个印第安人在爬岩壁。这座雕塑叫 The Ancient Ones 古人，其实就呼应了我们之后要看的景点。Pueblo 部落的先民们就是通过在岩壁上攀爬，往返于之后我们将要看到的山崖上的居所。这个公园修得很气派，跟我们上次去的2市的 Visit Center 有一拼。Mesa Verde 原为西班牙语，是指绿色的台地，因此也有人称这里为绿色台地国家公园，以古 Pueblo 人建筑遗迹而闻名。它在1978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也是美国唯一一个为了保护人类建筑遗迹而修建的国家公园。这个公园其实有2个很特别的活动，我很想参加，可惜都因为季节原因没能成行。一个是观看原住民进行印第安舞蹈表演，另一个是跟着 Ranger 一起爬梯子，爬到山崖的古迹房屋中。建议感兴趣的朋友们夏季的时候提前查看好公园活动日历，进行预约之后再来。哎，这是个编织套装哎，你可以回去自己编。有意思，还有这个可以自己做陶器是吗？做陶罐的。那个也是 Junior Ranger， 是吗？怎么都是不是 Junior Ranger 啊？就带图都是Junior Ranger。咋的？就大人就只能盖个日期吗？那就是7吧，就这吧。好吧。又收集了一个 Rocky Mountain。还得给个图啊！这太简陋了。你看，就像人家 Refuge。耶，又收集一个 Mesa Verde。好 ，Let's go。来了可以看这个，他这个电影讲解这个公园的小纪录片。每半个小时放一次，最后一场结束是2点半开始，因为他3点要关门。这个 museum。所以你如果来的晚的话，就2点半先来看这个，看完这个后再去走 trail， 看剩下的。等待电影开始。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就看了个电影，就看了个就剩这了。1-20分钟的小看这是。现在就变成了个雨雪交加。我本来路上还说，我们在房车营地那就下大雪，然后出来说，不错，天晴了，多云，然后能看到晴天。现在一下又成这了。大雪纷飞。我们前段时间在亚利桑那过着夏天，然后前2天过上秋天，现在又冻上冬天了。我们俩又都换上厚衣服了。那我们去看那个 Tree House 吧。那个 Tree House 好像是它这儿也很主要的，是1200年左右人搬回来，好像在那边又修的。但是它现在因为有落石的风险，它把这个区域关掉。这个区域我们就只能远远的看一下。然后我们，你说。就是他们这里这边一个人，是 Pueblo 吧，现在叫 Pueblo 这个种族，他们并没有消亡。Pueblo 的意思在西班牙语叫 village， 就是 village 的意思。他们只是之前在这儿住过，后来他就像游牧民族一样，他在一个地方住一阵子，可能那儿的土壤肥力呀，然后可猎杀的动物啊什么的就减少了嘛，他们就要搬走。对，会让这个地方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尊重自然的休养生息。然后可能再隔个就十几年，他们又会搬回来，有时候还会再搬回来。对，他们又搬回来之后呢，盖新房，又建了一些新的。对。所以我们看这个 Tree House 呢，它就是在公元1200年的时候又建的，是后建的。我们下去看看吧。然后他们现在这原来住在这里的那些原始的部落的种族还在延续，对，但只是往南边啊都迁走了，就是搬到其他地方。就附近，当时就是他们就讲这个外来者刚来到这边的时候，他们觉得是这里的人消失了，
就是他们还在不知道这些人到底去哪儿了，就直接说这边人消失了。但是据当地的印第安人讲，他们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他们只是搬走了。我记得小时候看的那个历史书，学校教的历史书上也是说这边的人在文明消亡了，就直接消失了。但印第安人并不是这么认可，他们认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他们不是认为，那人就是这。对，人从来没有消失过，只是搬走了。那下面就 tree house， 现在进不去了。还拍到纷飞的雪花。我们一会儿去另外一个 loop， 那边可以走到另外就是更早些时候的。我记得好像在书本上看到，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录一些。在下面，现在过不去了。只能远远的看一看。嗯，你看那边在那个悬崖峭壁上搭的还有呢。有一些。他们用草啊、泥啊、石块啊，搅吧弄成砖。不建的墙，看着跟现代的那些砖还差不多。就是他们不是在讲那个视频，刚才那个电影里面我们不是看，他们对比现在一个村落，就是他们的建筑结构什么的是一样的，他们还延续了现在这个建筑结构。我们现在来了这个 Pit House 啊。他们住的地方。我刚刚拍过了。他们原来生活的场景，从这里下来。对啊，就是那边。这里下来，然后这是中间是生活地方，它在生活地方正上方就会有个通风口。就是这个中间这个洞，应该就是他们烧火的地方。然后它那个是正上方应该就有个孔。我们可以绕到那边看，还有其他图呢。Pit House first stop， 这就是最早的一个 Pit House 的，就是第一代的。一代。我们刚才在那边博物馆里拍到了，museum拍到了好几代。这为啥这么多瓜子皮呢？这是瓜子皮吗？白白的。挪过来的是吗？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查了说，对啊，在公元5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从 Four Corner Four Corner 那边迁徙过来的。就这个，他那写的是公元前300年，是这个最早的雏形是300年，就有人这么建吧。看这个 Pit House， 这是一个套房，2进院。它是一个原来有一个 Pit House， 后边又 overlap 的建了第二个。加建了呗。它是个 loft。它是个违章建筑，它加建了一段。这个保留了很完整这个进出口，我们来看看，那个好像一个马桶。你看，这原住民的身材多么矮小，他们从这儿下去，然后进到他们的这个 Pit House 里面。他没有过剩的脂肪和糖啊什么的，很难胖起来。所以你就看现在这些印第安人被美国政府喂养的，看下面那个 Tower House， 在这儿有起码60个房间呢。对，而他们这个位置住的越来越陡了呢。看这边就悬崖峭壁，他们从哪儿下去呢？对，我就在想，他们天天得爬来爬去。因为他们在这上面种田，在这个 Mesa 的顶上种田，就是这个台地的上面。平地上种田。那下面我看有石阶。他们应该一路可能绕到这边，从这边从哪儿上到上面来。这是他们怎么以及我们怎么来到这个 Spur Tower House。With a cave, hand and toe holds into the cliff face, and use ropes and ladders. 梯子呗。梯子绳子。
然后在那样爬下去。哎呀，真费劲呐！我们现在也是这么接近的。好的，太冷了，那我们去下一个地方吧，这也看不到什么。那里有一片。那边还有一片。离得好远，那里有一片，那里是我们最早看到的那片吗？不是，那可能是那个啥。那里是 cliff。对 cliff， 对，那边是 cliff。哦，是这个吧？对 ，cliff cliff palace。悬崖宫殿。你看这儿有介绍嘛？最边上这个是 cliff palace。cliff palace。然后这边是 20 room cliff Chamar dwelling。居所，20个房间的居所，15房间的居所。那边那个是 Sunset House， 日落景观房。这就是公元1200年的村落。我们刚才看到了750年的，还有550年的。我们现在走到了这个什么？这个 Sun Temple 的外围。刚才我们在那个电影里看到的那个天上就是这个，是这儿。他们这样修是有什么寓意吗？这样子，还是都是对称的？我觉得还好吧，也没有很对称。它只是那个 Kiva 不是圆的吗？圆的方的相结合就变成这样了。D-shaped building。我们进去看看吧。哎，这怎么进不去？哇，不是，这儿不是进的地方。我刚才说进去看看。这是他们的城墙吗？但凡有点高个子就翻出去了。哦，他们还有这排水的呢。这为什么打上？这为什么打上 silicon？ 他可能要那个裂了，他给它加固一下。他应该会怕水继续侵蚀，他把 silicon 打在外面保护它。对，你看这都打的 silicon。他说这个地方有一些研究觉得它也有天文观测的功能和作用。在这个地方天文观测。找他们的门。我们看到这两个这玩意儿，一个池子，这就是这专门就是人凿出来的，你看到没？他就在那儿拿东西一直磨。据学者猜测，这个带有凹痕的石盆可能是印第安人用来标记季节变化的太阳表盘。干嘛磨了一个小盆儿？我们转了一圈没找到他门在哪。对啊，好奇怪。刚才我们以为是门的地方，它也是封着的呀。就我们从那边走，它只是有2个窗户能看进去。这是把它封上了吗？没有啊。你刚刚看它这个就是天文观测，还有什么作用？它只是猜测。猜测它是天文观测。可能有天文观测。就有的时候也用于天文观测。那平常用于什么？可能是 ceremony 啊，或者是什么。祭祀啊什么的。人家不用门，搭梯子上去，然后会把啥东西放在上面？它这不是建造的过程吗？这建造过程。它搭着梯子在上面，哪儿放石头，放在哪儿建造呢？那它平时咋进去啊？你看这一圈它也没门。对，封得严严实实的。它是不是原来这儿有门呢？那也不对呀。不是门，它这就是2个，这儿有2个小窗，一边一个。有 few doors。我们到这边看就特别近。在这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一些方塔和一些圆形建筑 Kiva。
Kiva 是 Pueblo 人用作宗教仪式、典礼、聚会、开会、工作等多功能用途的圆形房间，在这片遗迹区里很常见。它这儿有至少150个房间和21个 Kiva， 就是那种圆形、半圆形的房间，叫 Kiva。它这儿其实是他们的行政机构，政府部门。猜测可能就是有类似于administrative 对政府部门门口的作用。因为在这附近的几个小的聚居地可能都以此为中心吧。对。然后我们刚才对面去的那个叫 Sun Temple，然后也是他们政府可能政府盖的，他们觉得是。哦，那边下面还有呢。公共区域啊。一个是那个 Sun Temple，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Cliff。对，那边下面还有，我们在那边看不到。好冷，好冷。那他们家离得好远呢。对，那这边就很近。就大家来之前上网可能要抽签，这个应该是拿签才能下去的。抽 ticket，然后 ranger 会带着下去，有一个1个小时的 tour。对。然后他带着你们可以看那梯子。就他带着你们到里面去看，对，他会给你们讲解。爬梯子。那主要不是爬梯子，主要是进到里面。可以爬梯子进去。拿到 ticket 以后就在这边这个 trail 口，在这等 ranger， 他们应该会每到一定时间会来一个 ranger。他应该就按时间，可能比如每半个小时。ticket 应该就是按组。每半个小时啊什么1个小时会带一波下去。那我们走吧，我们也看看。8世纪的世界，普阿布罗人开始用泥巴和石头修建村庄。阿拉伯帝国在征服中东与北非，东方的中国还处在大唐。14世纪的世界，普阿布罗人正在离开台地公园这片聚集地，欧洲正处于文艺复兴，中国的火药正在继续往西方传播。文明的进程有它的必然与偶然，每个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步伐。引用大刘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视频吧：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让我们下期再见吧。